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正在成型的钢铁同盟，以及一项能将战场化为炼狱的惊人计划。标题中提到的美日台钢铁同盟，以及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中的 Team Taiwan 究竟是什么？为何有人说美国将携手日本和台湾一起打造出地狱景象般的杀气？这背后发生了哪些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我们从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开始说起。2025年岁末，日本上空接连出现惊人的场景。12月6日，一架中国解放军歼击机竟公然以火控雷达瞄准锁定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要知道，所谓雷达锁定，意味着进入发射导弹攻击前的最后步骤。这种挑衅举动距离开火只有一线之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立即对外揭露此事，对中方的危险行径表达强烈谴责。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仅3天后的12月9日，中俄两国的大型轰炸机编队又高调绕飞日本周边空域，他们一左一右，从日本海和西太平洋方向几乎环绕了整个日本列岛，好似要对东京来个南北夹击，让外界一片哗然。中共战机锁定日机，加上中俄轰炸机绕行，日本可谓同时感受来自西方和北方的夹逼压力。这一连串亲门踏户的动作，仿佛在试探美日同盟的底线，也把区域紧张局势推向新高峰。面对接二连三的挑衅，美日两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12月10日，也就是中俄联合绕飞后不到一天，美日立刻以一场真枪实弹的演习给出强硬回应。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出动了6架战机，其中3架是隐形的 F-35 逆踪战机，3架是 F-15 制空战斗机。同一时间，美国空军则罕见派出2架 B-52H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飞临日本海上空。要知道 B-52H 可是美军著名的远程重型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具有投射核武的能力，平时鲜少露面于东亚天空。如今2架 B-52 在日机护航下编队飞行，场面极其震撼。他们轰隆隆掠过日本海，仿佛宣示不要忘了，我们同样有毁灭性的国之重器。这次美日联合演训被广泛视为对中俄军机绕日的直接反制。你出动轰炸机示威，我就干脆派能扛核弹的轰炸机陪自卫队绕一圈，用行动告诉你不要轻举妄动。日本防卫省在演训后发布声明，重申了坚定决心阻止任何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强调自卫队与美军随时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这话说白了，就是警告北京和莫斯科，美日同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绝不允许破坏现状的挑衅。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在事件后展现出的决心和转变。以往基于和平宪法以及对北京态度的顾忌，日本在涉台安全问题上大多保持低调，与美国协调也常点到为止。但现在风向已变，防卫大臣小泉不仅公开谴责中共军机挑衅，还宣布计划在2026年年初访问美国，与美国国防部长举行双边会谈，进一步加强同盟的下阻能力。甚至在中共战机雷达锁定与中俄绕飞事件发生后，小泉马上分别致电澳洲、意大利等志同道合国家的防长，以及即将上任的北约秘书长，说明中共的挑衅行径，强化彼此合作。短短几天内，日本已经行动起来，联络盟友，紧密协调，仿佛要串起一张遏制威胁的安全之网。这种积极高调的作风，和过去那个低声下气，尽量避免刺激邻国的日本相比，判若两人。到底是什么让日本态度转趋强硬？答案不言自明，正是区域局势的巨变，以及中国大陆军事压力的节节升高，倒逼出了日本的新战略。回顾几年前，其实就有迹象显示日本在抛弃天真的幻想，加速强军备战。2021年，时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就语出惊人的表示，台湾若有事就等同日本有事。这句话突破了日本长久以来的禁忌，揭示日本政府内部其实早已认知台海安全与日本休戚相关。2022年底，东京正式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首度将中共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并宣示日本将获得对敌基地反击能力，也就是可以对发射飞弹的敌方基地进行先制打击。
自卫队随即开始大刀阔斧的军备建设，未来几年，日本防卫预算要翻倍成长，从美国引进数百枚战斧巡弋导弹，开发自己射程上千公里的高速飞弹，改装出可以起降 F-35B 逆踪战机的航母舰队。可以说，日本正在迅速脱胎换骨，从一只和平宰制下的沉睡猫头鹰，变成一头锐利的武装雄鹰。而所有这一切背后最核心的推力，就是台海危机感。日本战略界愈发清楚，如果台湾有个三长两短，解放军长驱直入太平洋，下一个直接面对威胁的就是日本本土。尤其琉球群岛地理上紧邻台湾，中共若武力犯台，极可能同时封锁或攻击邻近的日方岛屿与美军驻日基地，日本岂有不卷入之理？所以，日本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超前部署，与美国、台湾一道加强防卫，确保第一岛链的稳固。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共过去几年对周边咄咄逼人的军事施压，正是促成美日台钢铁同盟的直接诱因。中国越咆哮威胁，反倒把美国、日本、台湾推得靠得更近，合作也更公开紧密，这真可谓弄巧成拙，不是吗？就在日本和美国以实际行动在东亚天空展示决心的同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也在为台海安全抛出重大政策举措。2025年12月初，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终于谈妥并公布了最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协商版。这部每年必过的大法案今年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其中纳入了多项强化台湾防务的条文，规模和力度都胜过往年。从金额上看，2026财年美国授权提供台湾的军事援助高达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3亿元，是对台军援前所未见的新高。而更加引人侧目的是，法案中出现了一个被媒体称为 Team Taiwan 的概念。简单说，美国准备和台湾联手研发、联合生产某些先进武器了。没错，这次国防授权法案的条文要求，美国国防部长最迟在2026年3月1日以前，必须与台湾方面启动无人系统及反无人系统的联合研发生产计划。具体来讲，就是美军和台湾军队未来将共同使用由双方合作开发的各型无人载具，包括无人机、无人舰艇等，以及相应的反制装备。而且，合作不只停留在纸面，法案还规定国防部长每年要向国会汇报这项计划的进度，内容甚至包含美台之间签署互惠采购备忘录、安全供应协定和军事情报安全保障协定等一系列深化军事工业合作的步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台将建立起长期的正式的国防科技合作关系，把台湾纳入美国先进武器的研发链条之中。过去台湾从美国获取武器多半是透过军售案被动采购成品，而这次美国干脆要拉着台湾一起当研发伙伴，共同行动，从零开始打造武器。如果说长久以来台湾在美国全球安全网络中只是一个需要被协防的对象，那么现在台湾俨然正被视为伙伴队友， Team Taiwan 这个称号正是由此而来。美国等于在组一支台湾队，要和台湾紧密合作，一起铸造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这在美台关系史上可是一项突破性的跃升，怎能不令国际瞩目？此外，这份法案中还有其他一系列旨在强化台湾安全的条款，例如要求美国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建立联合海上行动及领导力训练计划，预计自2026到2030年都将持续进行。美方甚至计划派出现役海岸防卫队训练团长驻台湾，协助提升台湾海上安全执法与威慑能力。再例如，法案要求国防部提交一份台湾安全援助路线图，也就是未来多年满足台湾防卫需求的规划蓝图，并研究在区域内建立紧急应变军需储备库的可能性，专门存放支援台湾的装备物资，甚至连美军本身的备战也牵涉其中。条文命令美军在1年内完成一项全面研究，评估如果台海、南海等印太热点突然爆发高强度冲突，美军现役和后备部队如何快速动员、部署和持续作战。其中还特别强调要检视与日本、澳洲、菲律宾以及台湾之间的协调机制和联合行动能力，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可见这次的国防授权法几乎把从战略、战术到后勤、演训各个层面能想到的挺台措施都列了一遍。美国国会两党展现出高度共识，为了吓阻中国武力犯台，必须加码再加码。如果说过去美方对台湾的支援还有所顾忌，瞻前顾后，那现在他们简直是踩下油门，明确让行政部门去组织台湾队，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要协同训练就协同训练，全方面来强化台湾的防御韧性。这种力道与投入，放眼美台关系史，确实是前所未见的，也难怪台湾舆论惊呼，美国这真是把台湾当成准盟友在培养啊！钢铁同盟之说绝非虚言。或许有人会好奇，美国为什么突然如此热衷拉着台湾一起搞武器研发？这就要提到一个最近很热门的概念——地域景象。这词听起来惊悚，实际上源自美军高层对台海战争样貌的一种设想。2024年，美军印太地区的重要将领帕帕罗上将，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公开放话说，如果中国大陆胆敢对台湾动武，美军将祭出数千架无人机，对解放军登陆部队发动攻击，让台海战场出现犹如地狱般惨烈的景象。帕帕罗语出惊人，形容将以铺天盖地的无人机蜂群来对付侵台部队。一时间，地狱景象成为媒体热议的关键词。很多人猜测他是在虚张声势，以此恫吓中共不要轻举妄动。毕竟美国现役无人机数量似乎有限，怎么可能一下子掏出数以千计投入台海？何况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等政治人物平时在台海问题上都措辞谨慎，哪有将领这样口出狂言的道理？难道他只是随口吓唬北京？但事后看来，帕帕罗的地狱景象绝非信口开河，而是有着相当具体的战略构想支撑。因为没过多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就亲自揭示了美军的新计划，一项名为 Replicator 复制者的无人系统倡议。顾名思义，复制者计划的目标就是要以飞快的速度、低廉的成本，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各型无人装备，从天上的无人机、海上的无人艇到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无所不包，以便在未来战争中像复制粘贴一样迅速扩充美军无人战力。希克斯强调，这项计划特别针对的是中共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不对称优势。什么优势呢？一句话，数量。近年来，中国靠着庞大的工业产能大造军舰和飞弹，美军传统载人装备的数量正在被比下去。如果再按照传统模式，一艘艘造航母、大型军舰，再一架架造昂贵的隐形战机，美国无法在数量上追赶，时间也不站在美国这边。但如果改走以多制多的新路，用无人系统这种成本低、见效快的装备来填补数量劣势，那局面就大不同了。无人机和无人艇可以廉价海量生产，不需要考虑载人安全，可大量投入高危险战场执行自杀攻击或布雷、诱敌等任务。一旦损失，没有飞行员或水手伤亡的顾虑。而更妙的是，乌克兰战争给了美国一个现成的范例，乌军使用廉价无人机、无人艇，在黑海上把俄罗斯珍贵的军舰打得落花流水，其中几千美金的自杀无人船，甚至重创过$1的俄军巡防舰。乌克兰没有传统海军，却靠着成群的微型无人艇，迫使俄国黑海舰队龟缩撤离克里米亚。这正说明了小虾米也能扳倒大鲸鱼，只要数量够多，战术运用得当，美国军方看在眼里，认定无人化部队是破除中共反介入封锁的关键利器。试想，如果未来台海开战，美军不必派航母硬闯导弹区域，而是先一次性释放成千上万架无人机、无人艇冲进台湾海峡，那会怎样？他们有的像蜂群般密集围攻中共2栖登陆舰船，有的如狼群般悄悄潜伏偷袭运补船只，有的高空盘旋锁定目标引导后方火力。如此铺天盖地的攻势，解放军再多驱逐舰、再多飞弹，也难以同时拦截成千上万的来袭小型目标。到那时，进犯者将陷入弹尽援绝，眼前尽是爆炸与残骸的绝境。这就是帕帕罗口中地狱景象的真实含义，让侵犯者经历地狱。当然，要实现这幅地狱图并非易事，核心问题在于
如何指挥这海量的无人装备，使其发挥整体战力？这里就必须引入另一个概念，叫做击杀链与击杀网。传统上，无论陆海空军一次成功的打击都要完成一系列步骤，可以抽象为4个阶段。第一步，观察，发现敌人目标；第二步，定向，瞄准锁定敌人位置，并接近或瞄准；第三步，决策，决定用什么方式武器攻击；第四步，行动，发射武器或冲锋攻击。整个过程如同一条链子般环环相扣，军事上称为杀伤链或击杀链。传统冷兵器时代，一名骑兵就能独立完成这4步，看到敌人，策马靠近，选择是用弓箭还是长矛，最后冲锋或放箭击杀。到了现代，高科技武器层出不穷，击杀链延伸到更复杂的多单位协同。例如一个地面步兵连要歼灭远处敌军，可能需要侦察排先观察目标，炮兵部队调整火炮瞄准定向，指挥官决定用炮击还是空袭，最后由导弹部队或战机完成攻击行动。一连串不同单位共同完成击杀链，每一环缺一不可。然而在未来战场，随着人工智慧 AI 和无人自主系统的引入，击杀链的模式将彻底改观。军事专家们提出要把传统的链条升级为击杀网。所谓击杀网，就是让无数的感测器与射手节点互相连结，像蜘蛛网一样覆盖战场，彼此共享目标资讯，自主协调选择最佳打击方法，多点同时发起攻击。简单来说，就是把原先线性的1对1攻防变成多对多网络化的立体杀伤体系。举个例子，在未来的台海战场上，可能天空中飘着上百架侦察无人机，对海监视卫星在太空中盯着，潜伏的水下无人载具也在探测敌舰动向。这些眼睛看到任何敌方目标，都会及时把坐标传到云端的 AI 战斗管理系统。AI 系统飞快地分析判断，决策用何种武器对付，是指挥附近的导弹卡车发射反舰飞弹，还是让海面上的自杀无人艇去撞击，亦或直接派空中的自杀无人机从天而降。一旦决策确定，命令将同时下达给数个射手节点，岸上的飞弹发射车，海中的无人艇，空中的攻击无人机，同时向目标扑去。试想，原本传统打法是一条链子串起一颗子弹射向一个敌人，而现在变成一张大网兜住敌人，各个方向无数火力一起招呼敌人，还怎么躲？这就是击杀网的可怕之处，它将极大提升攻击的效率和杀伤力，也使防御一方疲于奔命，防不胜防。当美军谈论在台海打造地狱景象时，本质上就是要构建这样一个无人作战击杀网络，而台湾在其中的位置更是举足轻重。地缘上贴近战场，科技上有成熟的电子通信和制造业基础。美国很清楚，若能把台湾直接纳入美军未来击杀网络的一部分，那无论是平时威慑还是战时联合作战，都将如虎添翼。也因此，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才会出现要求，美国战争部长必须与台湾启动无人系统联合开发生产计划，这样前所未有的条文。事实上，早在帕帕罗抛出地狱景象论之时，美国五角大楼就已经开始悄悄行动了。据台湾媒体披露，2024年年中，美国国防部官员曾率领26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相关的企业代表团低调访台，和台湾的产业界密集会谈，洽谈合作建立无人机生产线的可能。换句话说，美方早就为联合研制无人系统这件事进行了预先布局。一个由美国和台湾共同打造的无人机制造生态系统正在酝酿之中。美国甚至可能想把台湾直接拉进他的复制者无人大军计划。倘若成真，台湾的工业将按照美军标准大批生产美军所需的无人载具，或者台湾生产自己的无人载具型号，再通过软件和数据链路与美军击杀网接轨，实现协同作战。无论是哪种方式，这都意味着台湾防务与美军体系的深度绑定。未来一旦台海局势有变，美军能够直接读取台湾无人机和雷达侦测到的敌情资讯，快速纳入联合打击决策。同样，地台湾这边也能获取美军卫星、预警机提供的目标数据，把远程飞弹对准那些来袭的敌军舰艇或机群。
美台之间若达成如此程度的共同作战图像共享，那就真的几乎没有缝隙可言了。双方情报畅通无阻，武器系统链路相连，协同战术预先演练，这不就和正式盟国差不多了吗？当然，过去种种历史和政治因素使得美台在军事上一直维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台湾不是美国条约盟友，双方没有公开的共同防御条约，美军也没有驻扎台湾。华盛顿长期对北京有所顾忌，在许多敏感合作上对台仍保持克制。然而随着解放军军力飞速扩张，对台威胁日甚，美国战略社群已逐渐形成共识，保卫台湾光靠美军单打独斗是不够的，必须组建团队作战。这团队不仅包括拉上台湾自己，也包括区域内志同道合的盟友朋友。前不久，《纽约时报》就发表社论直言，美国如果孤军奋战，已经难以追上中国在工业产能上的飞速成长。从钢铁、造船到稀土供应，美国在许多关键领域远远落后于中国，而这些产能优势正在迅速转化为解放军的军事实力。然而，中国并非无敌，只要美国能与日本、韩国、澳洲、欧洲盟国等深化合作，协同自身庞大的盟友工业基础，美加日欧几大经济体联手，依然足以抗衡中国。简而言之，合则强，分则弱，这道理五角大楼岂能不懂？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近年大力推动整合式威慑，讲的就是联合区域内所有盟国伙伴一起编组队伍，形成压制威权扩张的合力。台湾处在第一线，自然成了团队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一边拉着日本、韩国、澳洲组四方安全对话，哭地防备在先，另一边又推动 AUKUS 联盟与英澳共享高端军事科技，现在更直接，透过国会立法把台湾也纳入自己的5倍研发圈，组成 Team Taiwan。 可以预见，未来甚至可能出现 Team Japan、Team Australia 等等专案，分别强化特定盟友的军备能力，最后把点串成线，线织成网，共同围起一张战略铁幕，令任何破坏稳定者无从下手。正如俗话所说，一根筷子一折断，10双筷子硬又硬。美日台钢铁同盟背后其实是更大范围民主伙伴的抱团取暖与产业互补，只有整合彼此的实力，才能弥补单独一国的短板，共同应对庞大的挑战。不过话说回来，世界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令人不胜唏嘘。一方面，我们看到自由阵营国家空前团结，科技军力大融合，以维护台海这一处于风口浪尖的和平前线，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地缘政治博弈日益白热化，新冷战色彩渐浓。我们不得不问，如此打造杀气腾腾的地域景象，武器究竟能有效下阻战争，还是可能加速军备竞赛，将人类推向另一个危险边缘？无人机蜂群战术听起来狂想，但一旦实践，那将是史无前例的 AI 无人化战争，也是文明首次由无数机器代理人决定胜负的战争。过去战争的生死荣辱由士兵承担，未来或许由算法和程序来主宰，这难道不是既令人震撼又不寒而栗吗？然而，在强权的威逼下，也许唯有这样冷酷的钢铁联盟与炼狱5倍，才能守护住自由的灯火，备战才能避战。古人云的确有理。当台湾上空密布的联合无人机编队和日本海出巡的巨无霸轰炸机一到，向潜在的侵略者发出警示，也许就能让对方三思而后行，将战端止于未发生。正因如此，美日台才选择以钢铁般的团结来铸造剑与盾，指望在关键时刻，这份同盟能下阻任何妄动的野心。展望未来，我们当然希望 Team Taiwan 打造出的这一套杀手锏永远不必真正派上战场，希望地域景象仅停留在想象与演习中，而不必在现实中上演。毕竟，这些准备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避免地狱般的真实战争降临人间。然而，台海局势的风云诡谲，没有人能完全预料。可以肯定的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日本和台湾将持续加深这份钢铁盟约，并肩站在一起。钢铁同盟已经成型，地域武器也在孕育。如果有一天挑战者执意以武力改变现状，那迎接他的
必将是同盟诸国协力打造的18层地狱。但愿那一刻永远不会来临。我们期待看到的是钢铁同盟的威慑力量，让战争止步于未发生。在这场关系东亚乃至全球未来的博弈中，历史将见证团结的民主伙伴能否成功守住和平的防线。让我们拭目以待。